朋友们，记住一个能帮你守住一辈子福气的规律，那就是你平时越显什么，你就越漏什么。因为你每天都在显，所以你每天都在漏东西，漏财、漏福报、漏能量、漏贵人等等。我举几个例子你就清楚了。你驾驭不住情绪，你的情绪呢就会彰显在你的脸上，对吧？开心了恨不得昭告天下，不开心了立刻就挂脸，动不动就炸了。你驾驭不住财富，你对外呢就会彰显出一股铜臭味、拜金味，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发财了。你驾驭不住权力，那么对外你就会显得盛气凌人，恨不得让所有人都很怕你。你驾驭不住真本事，所以你就得处处显摆自己有本事，看见谁就得跟谁说，看见谁就得跟谁秀。你驾驭不住修行，那么你就得显着自己是个修行人，所以你平时说话都是满嘴的修行术语，满嘴的佛言佛语，碰见谁都得开示两句。你驾驭不住关系呢，你就得处处彰显我对你有多好，我为你付出了多少，牺牲了多少等等，来对号入座。你有没有这样？记住，今天告诉你一个底层规律，只要是你驾驭不住的东西，兜不住的东西，那么它就会往外显。其实呢，它是以某种形式在往外漏。我们很多的福报都是这么漏掉了。在道家呢，管这个叫做显相。老子都说了，大象无形，对吧？你真正兜得住的东西，你内化了，拥有了的东西，它是不会往外显的。你想想是这样吗？不显说明它存住了，说明它是你了。显就是在漏，那说明不是你的。我们先说说为什么驾驭不住才会显。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，一个真正内在富足的人，他是不需要向别人证明我有的，因为有这个状态已经内化成了他的一部分。就像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向别人证明我有手一样，对吧？手已经长在你身上了，它就是你的一部分。但是一个刚刚摆脱贫穷，或者潜意识里依然觉得自己还不配的人，他呢就必须得向别人去显相，他必须得让别人看到他的车、他的表、他有多少钱，因为他内在的那个匮乏感还在，他需要得到别人的反应才能验证自己确实拥有了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很多东西就算暂时流进了你的生命，最后也留不住，因为你的显本质上是一种向外求验证的非常低频的行为。这个生命的容器还是有漏洞，或者说还是很小，底层代码里还是写着我不够好，我不配，我怕失去等等非常低频的程序代码。道德经里说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你看，真正圆满的东西是不需要通过显相来证明自己的，你越需要显，就说明你离那个本自具足越远。天道只看频率，这样就算你是赚到了、得到了，暂时显化出来了，那么最后结果就是你也兜不住。你每向外显一次就漏一次，你显10次就漏10次，最后你现在有的都让你给显没了。另外，所谓大象无形，不是说让你装深沉、装低调、装我什么都没有，那叫压抑，不叫驾驭。压抑是你内在那个东西还在，那个漏还在，你只是用盖子把它捂住了，用一块布把它盖住了，但里面的水在沸腾，里面的气在鼓荡。你压得住一时，压得住一世吗？你硬压着不显，表面上看上去风平浪静，可你内在那股劲还在翻涌。你逢人就想说，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。你打开社媒编辑了半天，又一个字一个字的删掉，你心里又痒又急。你看，这还是在漏，只是换了一个更隐蔽的方式去漏而已。
真正的大象无形，是你内在真的兜住了。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向外去验证了。比如你不需要别人夸你有钱，因为你自己知道你有；你不需要别人认可你有本事，因为你自己清楚你有本事；你也不需要别人怕你，对你俯首帖耳，因为你自己知道你立得住。你看，这就是内在全然驾驭，外在返璞归真，不留痕迹。这才是真正的高人。当你真正接上了那个源头的接口，当你真正验证了自己的本自具足，那么你就会自然而然地不再向外去抓取任何的反馈了。这个时候你本身就是答案，你不需要通过显象来证明什么。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贵人没有那种骄奢之气。真正厉害的高手，反而你在他身上看不出戾气和刀剑气。真正的美人没有那种娇媚之态，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内在兜住了。兜住了就不漏了，不漏了自然不就无形了吗？不就合一了吗？听到这里，只要你诚实地审视一下自己，你就一定会发现，你自己每天肯定都在显，每天肯定都在漏。发过的那些自媒体，你说过的那些话，你急着去包装自己、证明自己的那些瞬间等等，这些全部都是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发现了就好，不要自责，不要否定自己。你能看见这本身就是你的觉知在启动了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去堵住你这个漏洞。当逐渐地堵上了你向外显象的这个漏洞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的能量不再往外跑了，开始向内聚集了。你会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和笃定。从今天起，在生活中去做一个修炼。下次当你特别想炫耀，特别想要跟别人显摆，想让别人知道什么的时候，觉察到了以后，你就停下来，先不要急着去行动，不要急着去说去做，就在那个冲动升起的瞬间，你就看着它，问自己一句：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让别人知道？就问这一个问题就行了。这就是你看见的那个过程，这就是你的觉知在启动了。你以前是自动驾驶状态，冲动一起来，行动就跟着走了，中间没有任何停顿。现在你加了这一问，就在那个冲动和行动之间插进去了一道光。你每看见一次，你的那个显象的漏洞就小了那么一丢丢。好，看见了之后，第二步就是转。在你觉察之后，你的脑子一定还在那起心动念，还在继续想要别人知道、别人看见。这个时候呢，把你的注意力去练习从头脑里拽出来，然后拉回到你的呼吸，拉回到你的身体，拉回到比如说你脚踩地面的感觉，或者说屁股接触椅子的感觉等等都可以。这都是拉回当下，你就待在这个当下的感受里，3秒钟、5秒钟够了。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最后一步，就是确认。确认什么呢？你的注意力拉回来以后，你要在心里跟自己说什么呢？我自己知道就够了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你对自己说这句话，就是在告诉自己，跟自己确认我不需要别人夸我，我不需要别人认可我、羡慕我，我自己知道这就行了。这就是在世上收住那个向外的显象，收住那个向外的抓取。你看，确认完之后，你的内在频率立刻就从匮乏、从低频变到了丰盛和高频。我们现在总是讲调频，调频怎么调？就是这么调。我现在教大家的方式听起来非常简单，但是都是非常有效的，在红尘中随时随地调频的方式，提升自己能量的方式。这个非常的重要。记住，只需要3步：觉察、拉回身体、跟自己确认。简不简单？
只需要几秒钟，随时随地就能完成调频。练一次你就堵住一次漏洞，你就完成了一次调频。当你练上10次、20次、100次，你就会真正的开始发现，我内在兜得住了，我不向外露了，我成为一个真正的高手了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